中乌气氛刚缓和，怎么中方就收到泽连斯基的3战警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调停哪儿那么简单？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但会晤期间还是有事情发生的。例如，王毅主任在多个场合以及与多国外长的面对面会谈中，接连强调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促进和谈，停止战争。中国站在和平一边的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联合起来为之努力。基于此，王毅主任甚至当面告知乌克兰外长，声称中方不愿意看到俄乌局势扩大。这要是以往，乌克兰方面怎么说都不会让外界意外。但这次面对王毅主任的表态，乌克兰外长却声称希望中方能够为尽快实现乌克兰和平发挥重要作用。不管在这之前美西方是如何支持乌克兰，也不管乌克兰方面是如何积极响应美西方，至少现在乌克兰外长的态度是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早解决的。然而没想到中乌气氛刚缓和一点，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按照原来的计划，拜登是要访问波兰的，结果其突然改变行程，前往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对话。如果说对话的内容只是单纯的涉及两国之间的合作，那我国管不着。但问题是，就在拜登与泽连斯基的对话结束后，乌克兰就变了，向中国发出3战警告。传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团结起来，支持他的10点和平计划，也希望该计划能够得到中美等大国的保证。除此之外，泽连斯基还强调，希望中国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持有务实的立场，不然这很有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两国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维持这种关系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泽连斯基用词突然变得大胆，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很明显离不开半路杀出的这个程咬金。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确实是希望将中国牵扯其中，只不过牵扯中国是为了把中国推到全世界对立面的阵营，而不是想要中国充当这个调停者。一旦中国真的调停了俄乌冲突，别说击垮俄罗斯彻底失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必然会上升。那个时候，美国不仅地位下降，而且更难对付中国。所以，兴许欧洲等国家是希望中国来调停俄乌战争，但美国绝不会答应。那么话说回来，泽连斯基向中国发出3战警告又是怎么回事呢？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拿第3次世界大战在说事儿，不可否认是在向中方施压。因为一旦中国援助俄罗斯，冲突规模就会再次扩大，那个时候真的很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当然了，泽连斯基也说了，基辅当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这一说法相当于是在给中方辟谣。究其原因，乌克兰当局虽然是站在西方阵营的，但也不想与中国的关系闹僵。站在泽连斯基的角度上，就算中国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也不希望中国去帮助俄罗斯。至此，泽连斯基或许在美国的忽悠下改变了对华态度，但整体而言，对华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只是如果乌克兰与欧洲多国一样，也希望中国当个调停者的话，那未免有些可笑。有美国这个程咬金在，中国即便是当上了调停者，想要调停成功，恐怕也很难。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